我重生了，重生在齐罪上门提亲这天。我妹妹却当着我的面吻了齐罪，并且宣布齐罪爱的是他，要娶的人也是他。我突然就笑了。妹妹不知道的是，齐罪是个变态，他曾杀了多个女孩，做成芭比娃娃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江城外人皆知，乔家养了2个绝色的女儿，是为了日后嫁入豪门做准备。而我和妹妹乔欣从小就定了娃娃亲，她嫁给霍家，我嫁给齐家。上一世，霍家的儿子霍言被车撞成了植物人，一辈子都只能待在床上，甚至在乔欣嫁过去的3个月后，霍家落败，妹妹只能睡大街。只因乔家有家规，嫁出去的女儿如果不能给娘家带来好处，后果自负。曾经就听我妈说，我姑姑嫁了人，没能给娘家带来好处，便惨死在街头。乔欣不想死，她来求过我，希望我能帮她搭线，让她成为齐罪的情人。姐姐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吃穿都是一起，不过是个男人，你让给我又怎样？我不肯，我念着跟他多年的姐妹情，不愿意将他推入齐家这个火坑。他却背地陷害我，诬陷我杀了霍言，害我上辈子在牢里度过，一度饿死我。再次睁眼，我看着眼前熟悉的环境，熟悉的人。齐罪带着提亲的礼品堆满了我家客厅，穿得人模狗样，一双真诚无比的眼睛，背后隐藏着巨大邪恶。乔欣特意穿了一件红色吊带裙，风情万种，妆容精致迷人，不给我留任何脸面，挽着齐罪手臂就垫脚吻了上去。齐罪，你娶我吧，我比姐姐要有趣多了。这句话极大勾起了齐罪的变态欲望，他最喜欢的就是折磨有趣的人，让他们一点点变得无趣。上辈子，因为我像木头，齐罪没少给我喂一些乱七八糟的药。现在想起来，我背脊阵阵发凉。我紧紧盯着齐罪，期待他的回应。看着他勾唇笑起，揽了一下乔欣的腰身，应着：“好啊，1个星期后我们结婚。”乔欣走到我跟前，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：“姐姐不会生气吧？”我勒个豆，这天大的好事，我嘴角的笑都快压制不住。也不知道为啥重生之后，乔欣会自己主动要嫁给齐罪。捏了捏大腿，疼痛提示我是真的，开口并祝：“锁死，祝福。狗男女，天长地久，渣男贱女，一定要互相祸害。”乔欣没想到我是这反应，还以为我是伤心过度，提醒我：“姐姐，霍家就麻烦你嫁过去了。”我心一横，嫁给植物人总比嫁给变态要好。这辈子我就当个活寡妇，花不完的钱，看着乔欣如何一步步走入深渊。爸妈知晓这事，没有任何意见，反正2个女儿都是要嫁，婚期相同。乔欣这几天忙着试婚纱，挑选婚后用品。我告诉她，齐最喜欢有趣的，新婚当晚多穿点，一件一件被扒下来才够刺激。他恶狠狠瞪着我，并警告我不要再打齐罪的主意。你看，良言难劝该死的鬼，让他多穿点，免得新婚夜死在齐罪沾了盐水的鞭子之下。婚期越来越近，齐家娶乔欣的派头就越发大，比我上一世的阵仗还要大。接亲的队伍豪车足足有100来辆。从家里到酒店那段距离，铺足了红毯，为的就是不让乔欣脚底沾一丝尘土。就连他手上的戒指都戴满了3个，一个比一个大，脖子上的项链更是仅有粉钻，耗时1个月打磨出来。乔欣时不时来我面前炫耀，发朋友圈昭告天下：“姐姐，真对不起，
我也不知道齐少为什么要抛弃你娶我，都是我的不对。姐姐，如果你真想要齐少，我愿意去齐少面前退婚，你不要讨厌我。姐姐，听说霍家上门的礼品简单而廉价，都是我的错。看着乔欣这番茶言茶语，我忍不住笑了。你就好好享受这段时间的快乐吧。现在你蹦得有多高，到时候摔下来就有多惨。霍家派人来过，好像是上门质问我父母，为什么新娘突然换了人。看得出来，霍家很生气，奈何齐家在京圈是权贵，谁也不敢得罪，霍家只能作罢。霍家夫妇来见我的时候，眼里带着心疼。乔月，你真愿意嫁给我儿子霍言吗？我点点头，我愿意的。当今女人三大喜事，升官加薪死老公。植物人跟死了没区别，下半辈子我不愁吃喝。霍家夫人一下红了眼眶，从包里拿出一个翠绿的手镯，交到我手里。这个镯子你拿好，我认定你是我儿媳妇了。这镯子上一世我也没有见乔欣戴过，不过看上去就好贵。谢谢伯母。接下来几天，我爸妈都对我视若无睹，反正我对这个家也没有多少感情。在结婚前一天晚上，我跟乔欣都被妈喊到了密室里，这是我们乔家的密室。我跟乔欣从小到大都在这间密室里接受学习，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女人，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妻子。记得上一世，我妈为了让我伺候好齐罪，将我魔鬼训练了一天。我被饿了3天3夜，不得吃任何荤食，饿了就啃菜叶子，还是生的那种，因为吃太多肉，身体散发的气味会变得难闻。最后还要不断练习舞蹈高难度后弯动作。当时乔欣还过分记恨我，背地里在我的婚纱里放了粉尘，导致我过敏，全身起了红疹。新婚夜第1天，齐醉看着我雪白肌肤上的小红点，差点弄死我。这次我妈直接无视了我，目光落在乔欣身上，那眼神里皆是对乔欣的期待。欣儿，妈妈从小就看好你，这2天你好好学学。当乔欣饿得都要晕过去时，眸光里对我的挑衅都没有停止。姐姐，你这样看我，是在嫉妒我吗？是啊，我嫉妒的都快乐死了。明天就结婚了，我安安稳稳睡了一个好觉。齐家跟霍家的人同时来接亲，齐家高调彰显着泼天富贵，乔欣好不得意。而我这边就很平淡，霍家是书香世家，讲究的是礼数，也算是周到。在一切举办完毕，从酒店离开，我看着乔欣倒在齐醉怀里，很是期待他被齐醉做成芭比娃娃的样子。离乔欣开启地狱生活仅仅只剩下12个小时。霍言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月月，你慢点。慢不了一点。我跑进家里，却听到了从我妈房间传来哭声。那哭声可谓让人心生怜悯，悲惨不已。我听出来了，是乔欣，她还没死，骨头挺硬。我站在房间门外，听着乔欣一遍一遍诉苦：妈，你救救我，你一定要救救我，你要是不救我，我说不定明天就死了。我妈声音里透着关心，是我从来没有体会过的关心。欣欣，怎么了？你好好说说。乔欣哽咽着声音，将昨晚上齐醉是如何折磨他，如何让他次次在鬼门关走一趟。妈，齐醉说要将我养在水缸里，等养够了就将我的皮扒下来做成芭比娃娃的模。我不要，妈，你救救我。你看我的身上，昨晚上齐醉用沾了盐水的鞭子在我身上落了99鞭，还不给我涂药，说等这些伤口结痂了，他就帮我一点一点把痂扣下来。妈，我真的好害怕，
齐醉那方面根本不行，他说要把我丢给别的男人，他在旁边欣赏。他完全就是一个变态，一个十足的变态。这些话，这些字眼，我妈完全不敢相信。欣欣，你说的是真的？齐醉他真就这么变态？乔欣嗓子都快哭哑了。对呀，妈，不如把我跟姐姐换回去吧，反正一开始要嫁给齐家的人是他，只要把他换回去，我就能活下去，这份罪本来就该他受的。我站在门外冷笑，这乔欣还真是会算账。这份姻缘不是他这辈子苦苦求来，用尽手段得到的吗？我推开门，冷眼看着房间里准备把我换去齐家的母亲跟妹妹。我不会去的，这京圈谁不知道，嫁给齐家的是你，又不是我。乔欣盯着我的眼神狠毒又阴险。为什么不？我们只是物归原主而已。别忘了，在这家里，爸爸妈妈向来最疼爱的是我。对呀，我倒是把这点忘了，所以我更不能让。我好不容易才重新活过来。乔欣，你好好享受你这泼天富贵吧，我会在你死了之后给你烧纸的。话音刚落，我妈就一巴掌打在了我的脸上，火辣辣的疼。乔月，乔欣是你的妹妹，你怎么敢说出这么恶毒的话？你忍心看着你妹妹去死吗？我会跟你爸商量一下，看看要不要你们俩重新换回来。重新换回来？我刚要开口拒绝，一道温润的声音夹杂着霜寒，让人背后一颤。我看是谁要将我霍言的妻子换掉。我回头便看见霍言挺拔的身姿，一步一步朝我走来，直到停在我身边，牵起我的手。乔欣一双眼睛跟看傻了一眼，完全不敢相信霍言一个植物人居然醒了。你是霍言？乔欣脸上白一阵红一阵，我都能猜到他悔的肠子都要青了。他委屈的又喊了一声妈，霍言本该是我的老公，姐姐抢了我的男人。看吧，有的人就不要脸到极致。霍言揽着我的肩，声音凌冽，我霍言只认乔月这一个妻子，若是你们敢耍什么把戏将我妻子换掉，我霍家不惜一切代价也会跟你们算账。我妈顿时慌了神，乔家是得罪不起霍家的。欣欣，你坚持一下，说不定齐少过段时间就爱上你了。乔欣无力一下坐倒在一旁沙发上，像是丢了魂一样，好一会才抬起头来看着我。姐姐，你别太得意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让霍言放心，等会就回来。霍言还是有些不放心，就在客厅守着。楼上房间，这里没有外人。乔欣直接撕破脸，态度傲慢。姐姐，你以为嫁给霍言你这辈子就高枕无忧了吗？1个月，霍家会涉嫌走私，而霍言也会锒铛入狱，你更是跑不了。到时候我倒要看看你的日子会不会比我好。我有些震惊看着乔欣，没想到他会知道这些，几乎是下意识问出，你也重生了？乔欣大概没有想到我会这么问，看我的眼神丝毫不输于我的震惊。你也是重生的？难怪，乔欣这辈子要抢了齐罪。上一世我是怎么死的，我可记得清清楚楚。我冷嘲看着乔欣，这一世你咎由自取，开心吗？你上一世得不到的男人，这一世你终于得到了。乔欣挥起手就要打我，被我一下拽着手臂。你以为我还是上一世那个乔月吗？乔欣，你就等着沦为齐罪手里最完美的芭比娃娃吧。乔欣无能怕打在地上，冲着我的背影喊出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乔月，我要让你跟我一同遭罪，一同受苦。我没有再理会乔欣，我回乔家，只不过是想要看到他的下场。既然已经知道了，
这辈子我都不会再踏进乔家一步。霍言就在客厅等我，见到我下来，眉眼里皆是担忧，上前一把拉着我的手：“月月，没事吧？”我摇摇头，我没事。不过我抬眼看着霍言，心里却发慌。乔欣说的没错，再过1个月，霍家就会因为走私的事情全部入狱，我该怎么救他？霍言，我轻声喊着他的名字。霍言看出我的担忧，发生了什么事？霍家内部的事我不太清楚，可是乔欣知道，要扭转霍家这事的局面，还得再利用他一遍。回到霍家，霍夫人跟霍先生像是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女儿，我在乔家从未感受过的亲情，在这一刻全部感受到了。这样好的霍家，怎么会犯下那么大的错？我不信。霍言因为身体刚刚恢复，每天都会在医院跟家里来回跑，其他时间都是跟我腻在一起。我总觉得霍言有秘密，他看我的眸光像是很早以前就认识了我一般。想要推开他的怀抱，就被他抱得更紧。霍言亲吻在我额头，跟我说了一件事：“月月，霍家公司出了点事，我得去处理，这段时间可能就不在家了。你要好好照顾好自己。”我心里升起一股恐慌，1个月的时间快到了。我抓着霍言的手臂，眼眶开始红了。霍言，不要去。霍言有些诧异，怎么了？月月，我只是去出差，又不是上刀山下火海，你就这么舍不得我吗？霍言想要放松我心情，我就越发担心。我想跟他说，你去了会死的，会死的，不能去。可我阻止不了。霍言还是去了，而乔欣找上了我。电话里，乔欣用霍言威胁我：“姐姐，你不担心霍言吗？我可以帮你，只要你帮我。”我冷笑2声：“我凭什么相信你？”乔欣有些急：“你不相信我，霍言会死的。霍言我会想办法救，还不用着乔欣。”我正打算挂断电话，乔欣给我微信发来了一段视频。我点开视频，视频里面是霍言被人围堵的画面，只有几秒，足够我心惊。乔欣，这视频你是从哪来的？霍言呢？他人呢？这下轮到乔欣跟我谈条件，你要想知道霍言在哪，今晚上我要看到你出现在齐家。我闭上双眼，脑海里全是齐罪上一世虐待我的画面，当着我的面剥开一个少女的皮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都让我不寒而栗。可是霍言，我咬咬牙答应。从我重生那一刻起，我说过，我要亲手将齐罪这个变态送进去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今晚我来。乔欣满意挂断了电话。这几天，我一直想要联系霍言都联系不到，给他发去的消息全部石沉大海。我好不容易得来的幸福，我不想就这么没了。找了一套黑色的衣服，长衣长裤，基本露不出什么肌肤。到了晚上，我轻车熟路去了齐家。乔欣早就在大门口等着我了，他整个人看上去消瘦的不行，一张脸苍白，还硬撑冷笑，那双如蛇蝎的眼睛落在我脸上，好似就在等着我会比他有多惨。我看了一眼齐家的大门，上一世我疯了，想要逃离这里，没想到还是回到了这里。乔欣走到我跟前：“姐姐，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你快来吧，我跟齐罪说了，今晚你会过来跟我一起玩。”我背脊一凉，这是齐罪的作风，他最喜欢的就是将猎物关在一起，然后看着猎物自相残杀，活下的那个就会死在他手里。我白了一眼乔欣，不想跟他有过多的废话。走吧。乔欣走在最前面，晚上的风很大，吹动在乔欣的裙摆上，便看到她裸露出来的脚踝上全是淤痕。抬头看看天，已经是冬日了，
快过年了，这个新年霍言能回来吗？齐家有个地下室，这个地下室就是齐醉的天堂。我跟乔欣一前一后走了进去，空气中还是那股熟悉的血腥味道。推开门，就看见齐醉坐在了老位置上，手里正把玩着一把小巧的蝴蝶刀，刀刃在灯光下明明亮亮。上一世，他就是用把蝴蝶刀割在我手腕上，静静地放出我的血，高兴地询问着我：“喜欢吗？月月，你知不知道你的血真的很美味？”在听到动响，齐醉抬头目光看向我：“欣欣，你来了。”齐醉起身，明明是在跟乔欣说话，却走到了我跟前，拉着我的手细细摸索，每一秒都让我如同重回地狱。听欣欣说，你是重生的，那你上辈子也是我的妻子了。我瞪大眼睛贴头看向乔欣，没想到他居然将这事告诉了齐醉，他是故意的。齐醉这个人有很强的占有欲心理，只要是他认定是自己的东西，他就绝对要弄到手，绝对不会给任何人机会。既然你是我的妻子，那今天我带你们玩一个好玩的游戏。我推开齐醉的手，不，我不是你的妻子。人只有一辈子，何来的上辈子？齐醉看我的目光带着他强烈的占有欲，我知道他是吃定我了。无论你是不是，反正你今天都来了，霍言那个废物可没有时间来救你。我跟乔欣被齐醉推进了水里，一个超大的玻璃缸，里面灌满了水，这些水刚好蔓延过了我们的鼻子，只有不停地将那水喝到肚子里，水面就会下潜一点点。可是只要下潜一点点，那水就会被齐醉再次增加。他就是故意的，故意要弄死我。乔欣好像已经习惯了，甚至是麻木了，撇头看向我时，用我们两人才能听到的声音说着：“姐姐，我上辈子能杀你一次，这辈子就能让你再死一次，甚至是惨死。”我无视了他的话，心里却期待齐醉再变态一点，再对我做些更过分的。早在我进到齐家之前，我就准备好了摄像头跟录音，只要我将这些放到网上，引发舆论，就算齐家只手遮天，我不信齐醉不会没有影响。我必须拿到齐醉杀人的证据。齐醉一边放着水，一边用欣赏的目光打量着我：“月月，你的肌肤好像比欣欣更加白嫩，更加让人爱不释手。”我真的害怕，我此刻特别想霍言，但是一想到霍言，我似乎也不那么害怕了。齐醉站在那里，打了一个响指，他手下的人不知道从哪从来了几名少女，那少女看上去精神十分不正常，甚至连外貌都有些丑陋。我有些不知道齐醉要做什么，上一世他好像没有这么做过。一共3名女生，她们胸前都带着一个牌子，牌子上面是齐醉给她们取的名字：爱丽丝、芭比、仙游。听上去就知道齐醉的癖好有多恶心。齐醉先走到了爱丽丝的跟前，特意拉着爱丽丝的手对着我说道：“女生长得丑就是错，所以月月你好好看着，看着我是怎么将她变漂亮的。”丧心病狂都不足以形容齐醉。我看着他捏着爱丽丝，出声问着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回答我的是乔欣。乔欣笑了笑：“你不知道吗，姐姐？这些女生都是齐醉从精神病院挑选过来，她们没有家人，甚至无名无姓，而且也没有多少人会去关注她们，就算死了也不会被人发现。精神病嘛，死哥就死喽。”乔欣的语气仿佛在形容一只小猫小狗，人命不值钱。而乔欣因为回答我的问题，被齐醉惩罚：“欣欣，你不乖，放水。”所以我看着旁边被装进玻璃缸的乔欣，不停地喝着水，又不停地呛着水，还一边求饶着。
我错了，齐少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乔欣低估了齐醉的变态，他就这么当着我的面给爱丽丝喂了药，顺便还割开了她手腕，像上辈子对待我那样，血被放干了。我被这一幕刺激到，冲着齐醉喊：“你这个畜生！你放了这些女孩，你到底要残杀多少个女孩你才能罢休？”齐醉的神情十分享受，好似我越骂他就越爽。乔月，你骂人真好听，你再多骂几句我听听。我已经没有办法再跟齐醉正常沟通。第一天是爱丽丝惨死在了我的眼前，齐醉将她的皮扒了下来，做成了芭比娃娃的肌肤，甚至他还让我亲自挑选那娃娃的裙子。怎么不选？是不喜欢？那一定是这爱丽丝脏了你的眼睛。那接下来换谁呢？就换成芭比好了。是昨天那3个女孩其中的一个。我抓着齐醉的手，开始害怕，不要再杀害无辜的人了。齐醉耸了耸肩膀，一点都不在意。残忍吗？他们哪里无辜了？他们成为神经病害人的时候无辜吗？月月，我只是在为民除害而已。我阻止不了齐醉再一次当着我的面将芭比杀死，还是那样残忍的手法。我被关在了小黑屋里面，足足1个星期。这1个星期里面，齐醉不让人给我喂任何东西，却让乔欣每天为我带来霍家的消息。姐姐，你看今天的新闻了吗？霍家没了。没了。我虚弱倒在地上，没有任何力气跟乔欣斗，只是抓着她的裙摆。乔欣，你不是想活下去吗？我们合作，我可以救你。乔欣甩开我的手，趾高气昂，那10厘米高的高跟鞋踩在我的手背上。呵，这个时候才想起来跟我合作，已经晚了，姐姐。之前我就求你的时候呢？齐少说了，只要我帮他做事，他可以让我吃香喝辣的。姐姐，这一世的选择我是对的。你呀，就乖乖等着跟霍家一起陪葬吧。我饿晕了过去，再次醒来已经3天后。而这个时候，乔欣再次给我带来了最新的消息：霍言死了。简单4个字，眼泪不受控制，大颗掉落。我不信，我不信霍言死了。不可能。乔欣一脸冷笑，知道你不信，所以给你看看吧。乔欣打开手机，里面有一段视频，视频里的人正是霍言，他背对着所有人，被人推下了海。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乔欣蹲下来拍了拍我的脸：姐姐，你重生又怎么样？这辈子你还是得不到幸福，你想要都没了，你还是要死在我手里。听说霍言的尸体打捞上来的时候，已经被鱼啃食的差不多了，哈哈哈。乔欣看着我痛苦的样子，很是满意。离开的时候不忘告诉我：对了，姐姐，齐少说了，明天就拿你做成芭比娃娃，日夜放在我床头，陪我睡觉呢。我若真成了娃娃，我定要齐醉跟他不得安生。在见到齐醉时，我已经被绑在了他地下室的木桩上面。这木桩上面还残留着干涸的血迹，这次是乔欣手里拿着蝴蝶刀在我面前玩着。他欣赏着我这狼狈悲惨的模样。姐姐，要是疼记得喊出来哦。没有任何手软，乔欣抬手就狠狠将蝴蝶刀搁在了我手臂上，鲜红的血一股股往外冒了出来。我疼得已经没有了知觉，像是案板上的鱼，任由他们宰割。齐醉似乎有些不满意，抬手给了乔欣一巴掌。我是怎么教你的？在将他的皮扒下来之前，一定要调动他的情绪。我躺在地上，颤抖着身子，看着朝我走来的齐醉。你想做什么？齐醉轻笑，从嘴里吐出烟圈在我的脸上，那股味道很难闻，我被呛得接连咳嗽。可嗨嗨！
齐醉轻抚着我的脸。霍家夫妇进了牢里，你知道他们怎么进去的吗？是你举报的他们。举报？我没有。齐醉看出眼里的疑惑，很有耐心跟我解释。当然了，是我以你的名义举报的。你是没有看到霍家夫妇他们失望的神情。我再一次红了眼，抓起地上的小刀子，就往着齐醉身上扎去。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齐醉的大腿被我扎伤，他皱着眉头，抓起我的头发拖到另外一边，给他剥皮。这次我的身体被吊在了空中，没有办法动弹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血模糊了我的眼睛，我看不清前面，只看到了齐醉拿着剪刀朝我走来。这么好的肌肤，从哪里下手呢？我闭上眼，打算成了鬼再找他们算账。冰凉的刀尖贴在我肌肤上，那一刻，我好像听到了霍言的声音：“月月，齐醉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给我住手！”我猛然睁眼，便看到风尘仆仆的霍言，身上还带着伤，他正从一群警察身后朝我走来。月月，月月，吊住我身体的绳子被解开，霍言将我抱了一个满怀。我觉得这是我死前的黄粱一梦，怎么可能是真的？霍言他不是死了吗？霍言抱着我很是用力，一遍又一遍在我耳边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月月，是我回来迟了。”我伸手摸着霍言的脸，是那样的真实，掌心是那样的温热，眼泪再次掉落。你没死。对，我没死。我有好多话想要跟他说，可是我却再次晕了过去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3天后了。睁开眼，看着眼前一片白，空气中消毒水的味道很是难闻。这是在医院。空荡荡的房间让我有些害怕，我急忙从床上下来，却牵扯到输液的针。啊！霍言，霍言！我害怕那真是我晕倒之前的黄粱一梦。等一抹身影从门口闯进来时，再看清他的面貌时，我才发现不是梦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霍言没有死。霍言脸上皆是担心，大步走过来，语气里都是心疼。月月，我在，我在。你还疼不疼？我抱着霍言在他怀里窝了好久，我好怕一切都是假的。等我平复差不多了，霍言才告诉我这一切事情的发生。原来，霍言在1个月前出差是假的，为的就是拿到齐家犯罪走私的证据。因为他醒过来接手公司之后，发现有人在公司做手脚。为了保护霍家，为了公司，他谁也没有说，偷偷一个人去调查。所谓他死了的那段视频，不过是障眼法，故意让齐醉以为他真的死了。只不过霍言千算万算，没有算到齐醉会真的对我动手，而且以我的名义将他父母都送了进去。好在霍言已经跟他父母解释过了。本来事情不会发展这么顺利，是霍言最后拿到了我拍下齐醉杀人的证据，那些视频是没有办法作假的。霍言轻轻揉着我的脑袋：“月月，你很勇敢。不过，我希望下次你可以自私点，我害怕会失去你。”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。现在想来，应该是上一世霍言没有醒过来，所以霍家倒台。还好，这一世悲剧没有重演。我靠在他怀里，对上霍言那双温柔的眸子，一直藏在心里有个问题想要问他：霍言，你为什么会喜欢我？霍言只是笑着，轻轻吻了吻我的唇，说着模棱两可的话：月月，我喜欢你。在很久很久之前，我就喜欢你。还好，我终于等到了你。不管霍言有什么样的秘密，总之，齐醉死了，齐家在京圈彻底消失。而乔欣，他因为成了齐醉的走狗，
变成了一个疯子，是因为齐罪给他吃的药，就是为了控制他。他被送往了精神病院，在里面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。没过多久，就传来他死了的消息，而我的父母也彻底从京圈离开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，不过都跟我没有关系了。快过年的时候，霍言给我准备了惊喜，还亲自设计了烟花秀。大年30，霍言带我去了顶楼。月月，你看，独属于你的烟花，万家灯火，烟花灿烂，那是独属于我的幸福。霍言，我怀孕了。霍言激动抱着我转圈，却害怕会伤到我跟孩子。谢谢你，月月，愿意给我机会让我来爱你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